妈。凤若没想到说话的人是凤家主，她就马上换了一副嘴脸，委屈地道：妈，我被战浩宇整了，他放光了我车胎里的气，现在我的车子开不了，外面热死人，我想让凤晴来接我，现在是下班时间，他来乔氏集团接我也不用多少时间，不会影响他晚上加班的。你又怎么惹上战浩宇了？妈跟你说过的话，你都当耳边风是不是？说了不要去招惹战浩宇，他是战家的人，那连你妈我见了战浩宇都得客客气气的，你算哪根葱啊？一而再的招惹战浩宇。凤家主心里有气，说话的口吻就不好了，那对凤若也没有了平时的宠溺，惹得战家对付我们凤家。凤若啊，你能承担得起那个后果吗？到时候别怪我将你从凤家除名，以保住凤家。妈。凤若怀疑自己听错了，这是那个偏疼她的母亲吗？妈，我只是想学着战浩宇那样追求乔少而已，谁知道战浩宇会在乔氏集团，我们就这样对上了。我也没有拿他怎么样，反而是他不声不吭就给我的车胎放了气，是他先来招惹我的，他视我为情敌，针对我，你本来就是他的情敌啊。凤若，阿晴现在陪着我去见客，没空，你要不给家里的司机打电话，要不让你大哥去接你，以后在工作日内，你不要给阿晴打电话，免得影响了阿晴的工作。说完，凤家主就挂断了电话，将手机还给凤晴。谢谢妈。凤晴向亲妈道谢。凤家主心头一痛，在他的纵容下，凤若对阿晴的欺负针对也太过分了。哇，看着亲生女儿半晌，凤家主淡淡的道：明天我就让凤若去改姓，改回她亲生父亲的姓氏，她是姓邓的，是那邓管家的女儿。哦，可不是他的女儿啊。凤晴也是语气淡淡的，那是妈和凤若的事，我不插手啦。凤家主没有再说什么，那边的凤若气得半死，只能联系大嫂过来接她。等到凤大少奶奶过来后，凤若也联系了拖车过来帮她拖车。阿若，凤大少奶奶停好车，按下车窗向凤若招手。凤若赶紧走过去，边上车边说道：热死我了，大嫂，你再不过来，我会被热得中暑的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凤大少奶奶关心地问了句。那凤若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大嫂，末了还担忧地道：大嫂，也不知道凤晴在妈那里说了我什么坏话，妈竟然向着她说话了，在电话里把我训了一顿。凤大少奶奶冷笑两声，说道：你现在不在公司上班，自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凤晴走了狗屎运，谈妥了大生意，中午和妈一起去酒店见客户，签了合同，就拿下了那单生意，能为凤氏带来巨大的利润。你在这个时候命令凤晴来接你，她不趁机在妈面前告你一状才怪呢。看在她谈到了大生意的份上，妈肯定会给她几分面子的。闻言，凤若极度的牙痒痒的，她也太好命了吧？可不是，凤大少奶奶也是极度的牙痒痒的。凤晴要是立起来了，家主之位非凤晴莫属，就没有她老公什么事儿了。她老公那么努力，为了凤氏集团累死累活的，到头来却是为凤晴做嫁衣。别说她老公不甘心，她也不甘心呀。这边凤家真假千金之间的战争热火朝天的，管城那边的海棠却开始过上了团宠的日子。从风尘山庄回来后，他休息了2天，就重新投入到工作中。战印没有拦着他，说不让他去上班，不过他的表姐拦着呢。海棠想做点什么事，只要让商小飞知道了，他都拦着，不让海棠操心。让海棠回家安心养胎，让海棠哭笑不得。本来说好了中午请客户吃饭，商小飞也说：彤彤，我去就行，你要么去接战印下班，一起吃饭去，要么你回家里去。战奶奶和梁姨肯定给你准备了丰盛的午餐的。
或者你去海玲姐的饭店也可以。对了，海玲姐的饭店明天就开张了，咱们给海玲姐订好的花篮，等会儿打电话给花店，让他们提前送过去。海童笑道：小飞，我没事，你不要将我当成病人来看待。战印中午有饭局，提前跟我说了，他不能陪我用餐的了，怀个孕而已，还是早孕，你就让我回家躺着养胎吧，我可不干。商小飞在他面前坐下，你还会吐吗？早上刷牙的时候会吐，连黄疸水都能吐出来。吃东西只要不吃酸的，不吃甜的，倒是不怎么吐，吃了酸甜的，吃完就吐，偏偏我现在就喜欢酸和甜。商小飞笑道：可能你肚子里怀的是个儿子吧，像你家战印不就是讨厌酸与甜？海童说道：现在也不知道男女，不过可以肯定一点的是单胎，我没有慕情那么好命，怀了龙凤胎，一胎便儿女双全。战印带她去医院检查过后，确定她是怀孕了，单胎。龙凤胎的几率本来也不高，咱们不用跟别人比，不怕货比货，就怕人比人，人比人气死人啊！慕情怀双胎，生龙凤胎，那是家族遗传。他亲妈不就是生了龙凤胎？他和他亲哥。商小飞安慰着海童，海童笑道：我就是羡慕了慕情一下下而已，现在我能怀孕，我已经很知足的了，生男生女都无所谓，那只要孩子健健康康的就行。他做了一次 B 超，看到 B 超结果上面的孕囊是长条形的，很多人说孕囊是长条形的，生儿子几率很大。记得姐姐怀着洋洋时，第一次做的 B 超，孕囊也是长条形的。虽说这不是100%的，结合着嫁入战家的女人，都是生儿子。海童对生女儿是不抱希望的了。这一胎啊，大概率就是儿子，以后能不能生个女儿出来还是未知数。战家往上几代的女人都没有生出女儿来，海童也不敢奢望太多，婚后1年才怀孕，她是能怀上就很好了。对于生儿生女就没有太多想法，只希望孩子健健康康的，就是孩子健康就成，不用管是儿子还是女儿。他们战家呀，本来就是和尚庙，你生不到女儿也怪不到你头上来，生儿生女的决定权本来就在男人身上。彤彤，熟悉的声音传来，那是老太太的呀。商小飞和海童都望向办公室门口，见到老太太和梁姨一起进来，那梁姨手里还拎着3、4个保温饭盒。奶奶，你怎么来了？战奶奶，2个人都起身。海童看到梁姨手上的保温饭盒，就明白老太太忽然过来的原因，是给她送饭了。老太太笑道：这不是中午了吗？我想着外面太阳大又热，不想你走来走去，就和梁姨给你送饭过来，让你在公司里吃，吃完了还能休息休息。说完后，老太太又笑看着商小飞，笑道：小辣椒，好久不见。商小飞不依地叫着：战奶奶，我已经不小了，我比彤彤还大呢，你老别再叫我小辣椒了，人家现在也不辣了。老太太笑道：对于我来说你还是小呀，你只是在你在乎的人面前不辣了而已，在外面还是很辣的，就该这样，最温柔的一面要留给自己人。看到商小飞挽着包，他老人家又说道：小飞，战奶奶特意多准备了点饭菜，够你和彤彤2个人吃的了，不有出去吃。商小飞笑道：战奶奶，我是很想陪彤彤吃饭，尝尝梁姨的手艺，可是我们约了客户中午一起吃饭的，我不想让彤彤跟着去，那客户爱抽烟，烟味大，彤彤怀着身孕，可不能让她吸2手烟。这不，我正在尝试说服彤彤不要跟着我过去。战奶奶来得正好，你老在这里陪着彤彤吃饭，我去见客户了。婆家不约束她做任何事，但是她的表姐却管她管得死死的。
他想喝杯水，商小飞都恨不得帮他倒水，不想让他走动。就太小心翼翼了。说小飞吧，小飞说他是奉母之命照顾海童。商太太知道海童回来后，也准备了很多礼品，带着丈夫和女儿一起去了战印的山顶别墅，然后对海童千叮万嘱，在家里又对女儿千叮万嘱的，让小飞当表姐的在公司里要多顾着点海童，别让海童搬重东西。这样呀，那你去见客户吧，我在这里陪着彤彤用餐。谢谢战奶奶，我走了。商小飞挽着她的包走出了她和海童的办公室，姐妹俩同为公司老板，办公室并没有分开，而是在一起办公。梁姨将带来的4个保温饭盒放在办公桌上。海童连忙收拾了一下办公桌。奶奶，梁姨，你们送的也太多了，4个保温饭盒。梁姨笑道，老夫人担心大少奶奶没有胃口，让我多做几个大少奶奶平时爱吃的菜。我除了爱吃酸，并没有太大的变化。大少爷说大少奶奶吃了酸的和甜的，吐得厉害一点，特意交代我不要给你做酸的和甜的，考虑到大少奶奶现在就好酸的，我偷偷给大少奶奶带来了一颗酸话梅。梁姨将那颗酸话梅放在一旁，笑道，大少奶奶，你可不能让大少爷知道，否则大少爷会扣我奖金的。我也给大少奶奶准备了2样饭后甜点，很小块的，不多，就让大少奶奶过过嘴瘾就好。海童看着梁姨将保温饭盒里面的美味佳肴拿出来，摆在办公桌上，再看向那所谓的饭后甜点，很小块的糕点，他一口就能吃完一块。梁姨这么小块的糕点，只有1颗的话梅，我吃不过瘾，反而脏了嘴呢，太少了。老太太接过话来，阿印心疼你会吐，特意叮嘱梁姨的，也对我这个奶奶千叮万嘱的，说千万别宠着你，由着你乱吃酸的甜的，说你早上连黄疸水都吐出来了，梁姨还肯给你带1颗话梅，你知足吧。海童，好，我知足，1颗就1颗吧，剩过没有？奶奶，你和梁姨吃过了吗？一起吃吧，这么多吃的。哇，我一个人也吃不完，我们俩还没有吃，才会带这么多吃的过来和你一起吃，有伴儿，吃的也香。老太太招呼着梁姨一起吃，战印不在场，梁姨自然很多，没有拒绝老太太的邀请。3个人在海童的办公室里吃的那个欢乐呀。海童虽说有了妊娠反应，吃了会吐，但他胃口却是很好的，很能吃。那他办公室里现在也塞满了各种零嘴，是战印给他准备的。战印从苏楠那里听说的，说孕妇嘴巴馋，时不时就想吃点东西。海童本来就和沈小军一样是个地道的吃货，这怀孕后了就变得更爱吃了。战印便给他备了很多适合孕妇吃的零食。彤彤，海玲敲了敲办公室的门，叫喊着妹妹。办公室的门没有关啊，外面的格子间办公室早已空无一人，大家都下班了。保安看到来的人是海总的亲姐姐，便直接开门让海玲进来的。海玲看到外面停着一辆车，觉得眼熟，但一时没想起是谁的。妹妹的车子也还停在外面，知道妹妹还没有走，她便拎着保温饭盒赶紧进来。没想到一进来就看到3人在吃饭，吃得津津有味的。姐，海玲，来，你来的正好，我们在吃饭，你也一起吃。老太太看到海玲过来，很是欢喜，笑着招呼海玲坐下来。海玲笑道，我想着外面天气热，不想让彤彤出门，就给彤彤送了点吃的过来，这都是我新学做的几道菜，烧出了点水平，正好带过来给彤彤尝尝。战奶奶，您老也帮我尝尝看，好不好吃啊？她边说着边将保温饭盒打开，将里面的饭菜、汤水一一端出来。她只带了2个保温饭盒，不过也够多了。
海童的办公桌已经摆满了美味佳肴啊，他这是不用出门也能吃进美食呀，太幸福了，本来就很幸福的了，现在更是如同泡在蜜缸里一样。小军说被家里人当成国宝宠着，是甜蜜幸福的负担。3个人变成了4个人吃饭，越来越热闹了。海童加了姐姐特意带过来让他品尝的新菜，吃得两眼放光。老太太也是，她老人家吃过后就问海玲，海玲，我要在你新店里办张高级会员卡，天天去你的饭店里捧场，你这厨艺啊，真的是日进千里啊。海童边吃边点头，彤彤你慢点吃啊，别噎着，看到妹妹那么喜欢吃。海玲笑道，我去报名学烹饪了，回来后又自己练习陆总给我试菜，他说好吃了，我就带过来给你们尝尝呀。有战奶奶这句话我放心了，姐你是最棒的。海童朝姐姐竖起了大拇指，他姐姐这越来越有女强人的味道了，就本来他姐就是很优秀的一个人，当初就是被猪油蒙了心，才会傻傻的辞职回家当全职太太，整天忙着打理家务带娃，与社会完全脱节。如今姐姐重回职场，姐姐现在自己当老板，是勇闯商界。优秀的人只要给她时间恢复，就依旧会很优秀。海玲脸有点红，姐还要继续努力。明天新店开张，我也会帮着掌勺，聘请的2名厨师做菜也很好吃，相信在我们3人的掌勺之下，定能让客人们满意的。他的目标是拥有自己的大饭店，连锁饭店遍布莞城，遍布国内。那希望有一天他能完成自己的目标。海玲的手机响了起来，他掏出手机看了来电显示，是陆东明打来的。是陆总。海玲大方地告诉大家，给他打电话的人是陆东明。那天和战奶奶聊了一会儿后，海玲也开始思考他和陆东明的未来，要不要接受陆东明，他还在纠结犹豫中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他很关心陆东明。那陆东明对他母子俩的好就更不用说了，洋洋现在对陆东明好过对他亲爸。昨天是周日，那钱婆婆打电话给他，希望他再次带洋洋去医院看望周红林。海玲就满足了钱婆婆的愿望，带着洋洋去了医院。周红林看到洋洋很开心，洋洋还是和上次那样，跟爸爸虽然也算亲近，但是当奶奶提出要他留在医院陪陪他爸的时候，他是拒绝的。他说他要和陆叔叔玩，不能陪他爸爸，这就让周家人心堵得很。海童看姐姐的眼神带着点暧昧啊。海玲轻点一下妹妹的额，说道，吃你的，别用这种眼神看你姐，我到外面去接电话。他走出了妹妹的办公室，才接听陆东明的电话。海玲，你在哪里啊？我去你店里怎么没看到你？店员说你出去了。新店明天开张，海玲请的服务员已经提前上班，我给彤彤送点糖过来，天气太热，让她少出门。那战奶奶也是这样想的，和梁姨一起呢，给彤彤送来了午餐。陆东明松口气，他以为海玲又去了医院探望她的前夫呢。哇，这样啊，海童还好吧？挺好的，战印说他不吃酸的和甜的，吐的没那么厉害。陆东明笑道，还会这样的呀？战印肯定不会让他吃酸的和甜的了，否则海童一吐，战印怕是心疼的一天都不能上班。就算他人在公司里，心也会飞到海童身边，就像他一样，虽说回了公司上班，临到下班了，他的心就会飞到海玲那里去。陆东明是偶尔回一下公司，在公司里处理一点事情，中午必定去海玲的新店帮他试菜，他包了他的午晚餐。陆总，我出来前交代了他们的，给你留了饭菜，你慢慢吃，我等会儿再回去吧。
陆东明笑了笑，好，我知道了。那没什么事，我先去吃饭了。好。结束通话后，陆东明放心地对保镖说道：“推我进去，海玲给我留了饭菜。”保镖连忙推着他进了海玲的饭馆。新店的名字也是任你食，不过多加了几个字，变成了任你食餐厅。海玲想打响任你食之名，等到他开了更多餐饮店后，就再成立一个任你食集团，让他的任你食在餐饮界占有一席之地。那与此同时的医院病房里，吃饱喝足的周红林在父母的挽扶下下了床，走动走动，消消食。他恢复的不错，不过毕竟是去鬼门关转了2圈的人，这2天才能下床走动走动，还不敢走得太快，怕扯动了伤口又痛死他。红林可以下地步路了。周红英提着一袋苹果进来，看到弟弟在病房里慢慢的走动，他惊喜的叫了一声。周母紧张地盯着儿子，生怕儿子会因为扯动伤口痛得跌倒。这2天能下地走动走动了，医生也说要下床走一走。哎，别走太久就行。回答周红英的是周父，儿子能捡回一条命，还在康复中，这是他们周家的祖宗保佑。海玲这2天没有带洋洋过来看红林吗？这周红英自己呢，也有几天没来医院了。他将那袋苹果放在床头柜台上。昨天来了，没待一会儿就说他生意忙要走，洋洋也要跟着他妈妈走，就不肯留下来陪一陪红林。周母上前去扶着儿子走回床上坐下来，就是走了这么一会儿，周红林额上都渗出了汗。周母抽来纸巾帮儿子擦汗，问女儿：“你知道海玲的新店什么时候开张吗？我和你爸还有红林都不方便去祝贺啊，你打听打听，然后给他包个大红包，送几个花篮过去祝贺祝贺。”周红英说道：“我今天过来就是跟爸妈说这件事的。海玲的任你食餐厅明天就开张了，我也觉得咱们该去祝贺祝贺。妈，你说我们该包多大的红包去？那他现在也不差钱。”周红英边说边感慨的道：“这才多久呀？海玲就有了2家店，任你食早餐店的生意依旧火爆，说他日进千金都是往少了说。明天餐厅又开张，要是生意还是火爆的话，他就是日进几万斤了吧？看他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的，我这是眼红眼热，羡慕嫉妒恨呀。当初要是不离婚，他赚到的钱，咱们红林也能分一半的，夫妻共同财产吗？现在海玲赚再多钱都与周家无关了，还说那些做什么？”周红林斥了姐姐一句。周红英撇撇嘴，周父不得不警告着女儿：“红英，你可别再做傻事啊！哎，要是敢去搞破坏，我饶不了你。女儿就是狗改不了吃屎。”对海童在动物园救回小宝一事感激过去，那贪婪的本性在露，他挺担心女儿跑去搞破坏。周红英连忙说道：“爸，我哪敢去搞破坏啊，又不是嫌命长了。现在的海玲是什么身份地位？我敢去搞破坏，我家的店也会被砸。我又不是吃饱撑着了没事做，我就是嫉妒一下下而已。海玲有今天的成就，还有我们的一点功劳，要不是我们，她也不会发愤图强，创下今天这样的事业啊。”周红英的无耻更上了一层楼，她这话说出来，她的父母弟弟都觉得她无耻，往自己脸上贴金。红林，你赶紧和那个毒妇离婚，然后和海玲。你闭嘴！周父呵斥着女儿，以后你回来就回来，你弟的事你少参与，少插手。我和你妈还活着呢，周家还由不得你做主。爸，我又没有说什么，都是为了红林好的。海玲和那个陆总走得那么近，咱们家洋洋早晚会被改姓陆的，到时候爸没有了孙子可不要哭。周红英老坛重调，无非就是想通过弟弟和海玲复婚，占海玲的便宜啊。不管洋洋姓什么，他都叫我爷爷，叫你的作爸，这血缘关系不是改个姓氏就能斩断的。
周红林淡冷的道：“我不会和佳妮离婚的。他父母来找我，请求我写下谅解书，我写了，希望能帮他争取到轻判。不管他被判多少年，只要不判死刑，我都等他出来。姐不要再想着我和海玲复婚的事了。哎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就算没有陆东明追求他，他也不可能与我复婚。当初我伤他太深，他还肯带着洋洋来看望我，我已经很感激的了。离婚见人品，海玲的人品没话说。离婚后从不在儿子面前说他的坏话。周红林知道自己舍弃了什么，他后悔，是真的后悔，悔到肠子变青。看到陆东明追求海玲，他也心里不爽，也想让儿子拦着海玲和陆东明在一起。不过他心里清楚，他和海玲不可能复婚的。好了好了，姐知道了，姐以后都不提这件事。就是海玲的新店明天开张，爸妈不打算去祝贺一下吗？我们就不去了。海玲也不欢迎，洋洋又上学，不在家，我们跟其他人又不熟，没得尴尬。再说了，我们还要照顾红林，周母也想开了很多。儿子能活着就好啊，其他的不想了。红英，你让花店送花篮过去就行，你不要留在那里惹人厌。给海玲封个红包，祝她生意兴隆啊。周母又叮嘱着女儿。这周红英再次撇撇嘴，小声嘀咕着什么。她就几天没有来医院，父母和弟弟竟然都想开了，就这样啊，眼睁睁地看着海玲发财，然后再嫁入豪门吗？那弟弟不听劝，周红英说再多也没有用。她在医院里没有待多久，很快就找借口走了。傍晚，悠悠山庄2房的小别墅里，二太太亲自给程玲玲倒来了一杯温开水。程医生，请喝水吧。程玲玲接过了那杯温开水，谢谢二太太，是我感谢程医生才对。程医生刚出月子没多久，就被我儿子请过来了，我都觉得不好意思，说了一沉一顿。程玲玲喝了半杯水，她也有点渴了。没事，我坐月子也坐得快发霉了，早就想出门的了，是我家那位不肯，非要我在家里待着多休息休息，养好一点身子。我是学医的，生娃之后该怎么帮助自己恢复身体，我比他懂。二少爷对未婚妻的好，情深意切的，为了给他的未婚妻治眼睛，顶着我家那位的嫌弃，一再的去请我。我也是被二少爷的深情感动了，乐意为了宁小姐跑这一趟，希望我能治好宁小姐的眼睛，让她能够好好的看看她的未婚夫长什么样。宁云初都和战一晨订了婚，却连战一晨的样子都不知道。程玲玲觉得也挺可怜的，看在两家有生意往来的份上，她愿意给战一晨这个面子，医治宁云初的眼睛。谢谢程医生啊，二太太感激不尽，她也盼着儿媳妇的眼睛能治好。虽然她在外面很霸气地维护着准儿媳妇，但是为人父母的呀，谁不心疼自己的儿女？她的长子那么优秀，儿媳妇也不差，唯独眼睛看不见，那是遗憾。她心里还是心疼儿子的，那儿媳妇有机会治好眼睛，她自是欢喜。二太太、老夫人和大少奶奶回来了，佣人进来告诉二太太。这很快啊，老太太和海童便进来了。老夫人看到老太太进来，程玲玲放下了水杯，起身笑着打招呼啦。程医生，快请坐啊。老太太上前去拉着程玲玲坐下。海童与程玲玲相互问过好后，她便走到自己的婆婆身边坐下。屋里都是长辈，不见宁云初和战一晨。她问婆婆，妈，云初和一晨呢？一晨去接云初了。程医生过来的时候，云初刚好去了公司，不在管程，一晨便赶去他家公司接他，说在回来的路上了，很快就能回到山庄。唐君夜回答后，又关心地问他，还会吐得很难受吗？
早上起床就会吐得厉害，饭后好了很多，只要不吃酸的和甜的就不怎么吐。唐君叶问程玲玲：“程医生，我们彤彤孕吐的有点厉害，有什么办法让她少受点孕吐之苦吗？”程玲玲笑道：“唐姨，我自己怀孕的时候，偶尔也会孕吐，吐的时候也很厉害。我师傅都没有办法让我少受点孕吐之苦，只要没有严重到吐到带血，忍忍就过去了。”唐君叶拉着海彤的手：“彤彤，辛苦你了呀。妈，我没事，能管好嘴。其实没有多厉害的，是你们太过于紧张我了。”程玲玲笑：“被爱包围着，很幸福。”海彤也笑：“是的，我每天都被爱包围着，就踏实很幸福。战奶奶精神真好。”程玲玲夸赞了老太太一句。还在风尘山庄的时候，她帮老太太把过脉，这位老人家的身体是真的很好，估计再活个10几年都不成问题。跟他师傅一样，他师傅是用了很多珍贵的药材调理过身体的，所以他师傅的身体特别棒。师傅说现在他更多牵挂了，要争取活到120岁，要看到君妃娶妻生子。就君妃现在还是个小奶婴呢。老太太笑着拉住程玲玲的手：“小玲，你师傅那里有什么药丸？吃了能延年益寿的，送2粒给战奶奶吃呗，让我更精神一点，能长命100岁，最好能活到120岁。现在长命100岁不稀奇了，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抱到曾孙女，总要抱到曾孙女了才行，否则我就是去找了我老伴，我都不甘心啊。我喜欢软绵绵的嫩嫩的小女娃，像妍妍那么可爱的曾孙女，给我来1打，我都不嫌多的。”程玲玲笑道：“我师傅现在我那里帮我带着娃，等我回去就问问我师傅，跟他讨上几颗给战奶奶您老服用了，跟我师傅一样活到120岁。战奶奶想抱曾孙女的确要等很长时间，不过战奶奶有9个孙子，就代表你将会有9个孙媳妇，总有一个孙媳妇能给您老生个曾孙女吧。”程玲玲也不敢肯定，她听说过战家和尚庙的事，嫁进战家的女人都是生儿子的，听说就算他们按别人说的调整身体的酸碱性再怀孕，结果还是生的儿子。当然了，现在医学发达，若真想人为干涉生个女儿，倒是可以做试管，不过能自己自然怀孕的，他当医生的一般也不建议去做试管，生儿生女顺其自然最好，只要宝宝健健康康的呢。想到自己那个最会哭闹的儿子，程玲玲说道：“妍妍是真的很乖，没有人不喜欢她的，我都喜欢她喜欢的紧，真想用我家君妃和晴晴换了君妍呀。”她嘀咕过一回，吓得君琴差点捂她的嘴，叫她千万别去和大嫂说，让大哥知道了，夫妻俩以后就别想抱到君妍了，就他们没有女儿就没有女儿，好歹有个侄女儿能过过手瘾，要是连侄女儿都抱不到了，就只能天天面对着他们家的烂哭猫了。老太太也是，我以后会有9个孙媳妇，总有一个孙媳妇能给我添个曾孙女的。当初我只有3个儿媳妇，儿媳妇们尽力了。唐君叶笑道：“妈，要是彤彤这一代没有人生有女儿，咱们再盼下一代哈。”老太太，我也想，可惜我活不了那么久呀，我争取能看到下一代娶妻生子。众人都笑道：“肯定可以。”在众人的说笑声中，战逸晨带着宁云初赶了回来。一踏进悠悠山庄，宁云初就紧张的紧紧地握住战逸晨的手，害怕地道：“逸晨，万一……程医生也说我的眼睛没得治了呢。”陪着回来的还有莫东浩以及他的未婚妻，还有宁云初的小姑姑夫妻俩。听了宁云初的话，小姑姑连忙安慰着侄女儿云初，程医生是神医的高徒，号称医毒双绝，他肯定有办法的。姑父也说道：“云初，你姑姑说的对，你别担心，
奕晨好不容易请了程医生过来，不管怎么样，总要让程医生瞧一瞧的。战奕晨反握住未婚妻的手，深情的道：不管结果如何，都不会影响我对你的感情。云初，我说过的，我和我的家人从来没有嫌弃过你，努力的想治好你的眼睛，是我想让你看看这个世界的美丽，也想让你看看我的样子。宁云初是瞎了那么多年，也跟着小姑姑到处求医问药，小姑姑甚至带着她去求神拜过佛，每次都是失望而回，失望的次数太多了，多到她都不敢抱希望，但她就知道程医生是大家抱着的最后希望了。就万一结果不是好的，她一个人失望无所谓，反正她习惯了，但现在却要让大家跟着她一起失望。别怕，战奕晨张开双臂，用力地拥抱了她一下，松开她后，又在她的额上印上温柔的一吻。别怕，有我呢。宁云初抬头面朝着他，费力地想看他的样子，眼前依旧模糊一片，就看不清楚他的样子。他的话，他的拥抱及亲吻，像暖流一样流入他的心田，暖化了他的心，让他忽然间就不紧张了。他轻轻的点头，战奕晨便牵着他往自己家的别墅走去。他手机响了，以为是家里人催他，他说道：可能是我妈又打电话，那问咱们回到哪里了。他掏出手机看，发现不是母亲打来的电话，而是宁天磊。他的小舅子。战奕晨颇为意外，宁天磊去上大学的时候，跟他大姐还闹了闹的。虽然后来他并没有站在两个大姑的那一边，但是姐弟俩的感情始终回不到最初。毕竟宁云初送进去的3个人，是宁天磊的亲生父母，以及一母同胞的姐姐。宁天磊虽然对他这个准大姐夫态度还好，但是宁天磊并没有向他要过联系方式。他知道宁天磊的手机号码，按理说宁天磊不知道他的，怎么会打电话到他的手机上来？战奕晨懒得去猜测，宁天磊只要有心联系，问一下莫东浩就能问到联系方式的。哇，他去上大学这么久都没有联系过家里，宁云出面上不说，心里却惦记着弟弟的。战奕晨接听了宁天磊的来电。天磊。听到战奕晨叫着天磊的名字，宁云初叠声问道：是天磊吗？是天磊吗？宁天磊在电话那边听到姐姐的问话，对战奕晨说道：姐夫，手机给我大姐，我跟我大姐说些话。战奕晨将手机放到未婚妻的手里。是天磊。宁云初呢，惊喜地叫着弟弟的名字：天磊。大姐，我前段时间和莫哥联系的时候，听莫哥说我大姐夫要给你请神医的高徒治你的眼睛，结果呢怎么样？有希望恢复光明吗？宁天磊别扭纠结了一段时间，最终是关心姐姐占据了上风，才会打这通电话给姐姐。